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发长乐阁。大家最近有出去玩，甚至出国吗？大发最近也去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是世界地图上面找不到的哦。它的名字就叫做漂泊之海。正当你在想这是哪里的时候，没错，这是大发今天要介绍的桌游《沉睡的神奇》。那么这款桌游到底好不好玩，推不推荐呢？答案是一言难尽。要聊聊沉睡的神奇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款桌游是怎么样运作的。游戏粗略呢可以分为战斗还有其他。在漂泊之海中呢，很容易遭遇到不同的敌人。睡神啊，跟大发之前玩过的桌游完全不同，不是用微缩模型像战棋一样进行哦，而是像传统 JRPG 的战斗，选择角色卡好进行攻击，但是呢，是否成功击中，则要看命运值。哦，对了，命运值是类似掷骰检定的方式哦，我们等等再讲。那顺利打中敌人了，玩家还要分配伤害到敌人的身上，这是大发觉得睡神的亮点。因为随着选择的位置不同，也会影响到后续敌人的反击哦。一环扣着一环，让战斗多了许多思考层面。除了有特色的战斗机制外，其他大多是蝎尾蒸汽船上的生活。玩家呢使用蝎尾号船上行动呢进行补给、修复、疗伤、收回指令等等。然后呢就是事件，事件呢有好有坏，但差不多都是要进行技能检定来确定结果。最后呢，就是蝎尾号的航行、港口的补给、村庄交易，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探索。依据玩家的地点，翻开故事书的对应书页进行冒险。总而言之呢，探索就是漂泊之海真正好看的地方。那故事的发展好坏，常常也要看命运值。也就是说，不管是攻击呢，还是探索中的检定，都牵扯到能力卡上面的命运值。而在船上的行动中，可以抽能力卡，保留在玩家手上呢，让角色升级。玩家可以扣牌，减少抽到烂牌的机会哦。想是这么想啦，但大发呢这次玩睡神是独自一人的航行哦。没错，大发把沉睡的神奇当作单人游戏玩。单人跑睡神可以大量减少时间，毕竟不用合作讨论吧。但缺点也不少。除了持牌的量变少之外，指令数呢也变少，这减少了运用道具、伙伴、角色的机会，还有一些大发自己玩的缺点，比如说阅读故事的时候，常常想偷偷的翻阅其他选择会造成的结果，虽然应该是没有这样做了应该还有读规则的时候会有盲点，这都会让人觉得，都单人好了，干脆玩电玩算的啦。除去单人呢，有些机制大发也有小不满。事件卡的进行大同小异，船上的行动能调整量根本不够。探索呢也设定起始地点越远，遇到的敌人强度就越高。但是呢，像大发这次的结尾，因为想要把手上的任务尽量解完，导致穿梭过起始的地点一次就会发现呢那个难度有莫名其妙的起伏，有种反高潮。不过呢，睡神终究是款美式桌游，一切的机制应该都是为了故事而存在。那么，沉睡的神奇故事到底怎么样呢？大发会说，很棒。漂泊之海一开始，玩家会遇到一名同样被受到这里的女子梅格，她像是这个世界的向导但是呢，从故事中我们会得知，她曾经放弃回到世界的念头。直到遇到我们蝎尾号，背景故事呢让他活了起来，而不是一个工具人角色。其他的角色也是这样，在漂泊之海中，玩家可以慢慢理解这里不同族群对于沉睡的神奇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睡神呢，在奇幻的背景所散发的情感，却是那么的熟悉又真实。加上旅行时因为战斗或检定，常常是伤痕累累的这让玩家在漂泊之海时有老兵的沧桑氛围不过呢，大发因为是第一次游玩，处于一种
步步为营的情况，因为我牌运很差嘛，浪费了许多时间治疗恢复，这让大发的流力不够啊。这也扯到睡神故事的发展模式，通常呢都是到一个点触发剧情，拿到关键字，再到另外一个点解锁剧情。这让故事呢中后期大发觉得有点重复单调哈。不过整个漂泊之海的辽阔、细微的设定，让大发结束这次完整剧情时呢，一方面觉得解脱，终于玩完了；一方面呢又不甘心地拿起每一个的日志，细细的读起里面各样的人物背景，让才刚结束的故事又活了起来。这就回到前面所说的单人游戏为什么不去玩电玩就好啊？一样是单人，更有声光效果，也不会有玩错规则的问题吧？客观来讲，要省事的话，就应该选择电玩啊。不过，当沉睡的神奇配件放在桌上时，那个幻境油然而生。随着冒险书指示翻页，期待就随之上扬。抽出能力卡不是电子计算丢给你的无机数字，而是命运的引导。这就跟爱书人更喜欢实体书是一样的是种体验。这或许呢就是大发仍旧痴迷单人游戏的原因吧。更不用说睡神引人入胜的故事，即便只有你一人，也可以徜徉在漂泊之海。让我们用想象力旅行吧。话说这本根本就是剧透啊，还好大发没先看。那虽然呢没有立刻要玩下一场，不过呢总有一天我应该会回到漂泊之海的对了，如果呢观众也有觉得有故事很棒的美式桌游，也欢迎介绍给大发。那大发唱歌，我们下次见啦，拜拜。